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第一条是，最高法院裁决改变政府监管机构的工作方式，给美联储银行监管带来持续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。该裁决不应影响美联储在压力时期向市场提供支持的能力。让我们关注，美国隔夜担保融资利率 SOFR 升至 5.4%， 为1月以来最高，反映出流动性减少。分析人士认为，国库债券供应充足以及假期缩短导致 SOFR 飙升。美联储逆回购工具的使用量增加与利率上升大致同时发生。接下来，费城公务员工会状告市长帕克，要求阻止其强制员工于7月15日全职返岗。工会表示，此命令违反合同并损害员工利益。接下来，巴西当局禁止 Meta 使用国内数据训练人工智能，因担心对数据主体基本权利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。Meta 表示失望，认为其做法符合巴西隐私法，并称此举将阻碍巴西人工智能发展。接下来这条，美股上涨，投资者消化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关于经济数据消涨路径的最新评论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近 0.3%，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 0.4%，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近 0.7%。 接下来这条， Progressive 同意支付4800万美元和解集体诉讼，声称其系统性低估纽约车主车辆被毁的索赔价值。下面这条，美国最高法院裁定，总统享有刑事豁免权，只要与公务相关，总统在任期间的任何行为均不受刑事追究。这一裁决可能标志着美国无限接近于赋予总统类似君主的权利。让我们关注，由于特朗普媒体公司被纳入罗素指数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许多零售投资者已持有其股票。尽管特朗普媒体只是指数中的一个小部分，但它凸显了被动投资的缺点，即投资组合会自动增加符合规则的股票，而不会基于基本面评估。接下来，特斯拉季度汽车交付量超预期，股价上涨 10%。 尽管与去年同期相比交付量下降，但分析师认为电动汽车行业的表现好于预期。下一条，糖尿病和减肥药物制造商对拜登总统和参议员伯尼·桑德斯要求降低药价的专栏回应称，由于美国的药品定价制度，这个问题要复杂得多。让我们关注，苹果公司将通过观察员席位加入 OpenAI 董事会，进一步加强这两家昔日不太可能成为合作伙伴之间的联系。苹果应用商店主管兼前营销主管菲尔·席勒将担任此职位，但不会作为完全董事参加会议。接下来， Robinhood 已收购 Pluto Capital， 后者提供人工智能驱动的投资研究和个性化投资策略。Robinhood 未来可能整合 Pluto 的研究，并考虑提供投资顾问服务，为退休账户客户提供专业建议。最后一条，中国市场低迷导致利润下降，迫使西方金融机构大幅裁员。2023年，7家华尔街和欧洲银行旗下的5家中资证券公司的员工总数减少了 13% 至1781人。该行业业务下滑始于经济疲软、房地产长期低迷和美中地缘政治紧张局势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